姐妹们，咱就是说，这周的娱乐圈热搜是不是被肖战给承包了？我感觉打开手机，不管是刷微博还是看抖音，甚至是不小心点开的某个八卦论坛，满屏都是他的名字。一会儿是世界杯看球间隙那个清爽到爆炸的蒙牛广告，一会儿又是突然空降的大屏芯片莫德贤，紧接着又是和杨紫那组7年前的拍立得被扒出来炒冷饭。这3连击下来，别说粉丝了，就连我这天天吃瓜的营销号博主都看得目瞪口呆。咱们今天就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新闻通稿了，也不玩什么数据堆砌，我就以一个吃瓜群众的视角跟大家唠唠，这哥们儿到底是怎么在6月的最后几天，凭一己之力把内娱这块池水搅得这么浑的。先说说最让我上头的，必须是这届世界杯期间的蒙牛广告。哎呀妈呀，真的绝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熬夜看球本来挺累的，结果一到补水暂停，电视里突然切出来一个穿白 T 白外套，有时候还架着一副黑框眼镜的大帅哥，对着你笑眯眯地说，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那一刻我手里的瓜子都不香了，差点直接想下单一箱。这就是肖战的杀伤力。作为蒙牛乳业的全球代言人，这回蒙牛可是下了血本了。毕竟人家是 FIFA 世界杯的全球官方赞助商，这牌面必须得给足。我看网上好多人都在吐槽，说这广告词简直是洗脑神曲级别的，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这话听着怎么这么顺耳呢？它不像那种硬邦邦的推销，倒像是一种随性的邀约。不管你是阿根廷的梅西粉，还是葡萄牙的 C 罗粉，或者是法国队的支持者，只要你想庆祝想解渴，蒙牛就在那儿等着你。这种情绪价值的拉满，真的太懂球迷心理了。而且咱得夸夸这个造型，肖战这回真的是把清爽2个字刻在了脑门上。那个白 T 恤配白色外套的 look， 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跟球场上的绿草如茵一搭，视觉冲击力极强。特别是有几个镜头，他戴着黑框眼镜，那种斯文败类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满屏的少年感，完全看不出这哥们儿33岁，可这状态说是20出头我都信。还有那个蒙牛的吉祥物牛萌萌，跟他在短片里互动，软萌软萌的，这一硬一软的搭配，真的是戳中了无数老阿姨和少女的心。我看央视5套、央视频这些平台，这广告播的那是相当密集，基本上中场休息你想躲都躲不掉。好家伙，这哪里是看球啊，这分明是带薪追星，球迷观赛间隙的记忆点直接被这句台词焊死了。说回正题，蒙牛选他真的选对了，从最早的真果粒到现在的每日鲜语、纯牛奶、地蓝胜雪冰淇淋，肖战跟蒙牛的合作那是细水长流，属于那种互相成就的深度绑定。这次世界杯全球级的 campaign 交给他，稳得一批。如果说世界杯广告是给大众看的，那紧接着爆出来的莫德贤大屏点播，那就是给死忠粉和剧迷的一记重锤。这事儿吧，还得从前几天的上海电视节说起。6月26号，上海电视节那边搞了个发布会，肖战以句好看大屏点播推广大使的身份去了现场。当时他上台发言，说了一句非常荣幸由我主演的故事片《莫德贤》入选了第1批片单。当时底下好多记者和网友都懵了，心想这哥们儿是不是紧张说错话了？大家都知道他去年年底刚上了一部电影叫《德贤景致》，票房还卖了4个多亿呢，怎么突然冒出来个莫德贤？大家都以为他是口误，把电影名说串了，结果井号肖战口误井号这个词条当时还挂了一会儿热搜。结果呢，打脸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就在今天，也就是2026年6月30号，官方直接甩出王炸3集网络故事片《莫德贤》正式在广电的剧好看大屏点播专区首发上线。好家伙，人家那天根本没口误，人家是在憋大招。这波操作属实是把所有人的期待值拉满了。咱们来好好盘一盘这部《莫德贤》。首先，这阵容说出来吓死你。导演是孔生，编剧是蓝小龙，总制片是侯洪亮。这是什么概念？正午阳光的黄金铁三角啊！琅琊榜
山海情、大江大河都是他们搞出来的。这班底摆在这儿，质量能差吗？而且这片子不是随便拍的，它是电影《德贤景致》的衍生作品。也就是说，肖战在这部片子里继续饰演那个金陵兵工厂的8级钳工莫德贤。我知道有人要问了，既然是衍生，是不是那种随便剪剪花絮糊弄人的玩意儿？还真不是，听说是取材自电影拍摄期间那些没用的素材，然后重新剪辑扩充的。讲的是莫德贤从南京沦陷逃难跑到湖北西部的歌止镇，本来想着躲躲战乱，结果眼睁睁看着难民营被炸了，最后凭着一手钳工的好手艺，带着乡亲们造地雷设陷阱，从一个只想苟活的小人物变成了保护家园的战士。这人物弧光比电影里还要完整。最关键的一点，也是这片子最特别的地方，它是专门为电视大屏做的，一共3集，每集60分钟以上，加起来比一部普通电影还长。但它不上院线，也不在手机 App 上播，就只在广电的剧好看专区，覆盖全国的智能电视和 IPTV 端。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想看，就得回家老老实实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机，找到那个点播专区。这简直是对当下碎片化观看习惯的一种叛逆。我觉得这挺好的，一家人围坐着看个革命题材的故事片，氛围感拉满，总比对着手机小屏幕刷短视频强。再看看肖战之前凭莫德贤这个角色拿的奖，2025年12月6号电影上映，拿了4.12亿的票房，虽然不算超级爆款，但也绝对是回本赚吆喝了。关键是口碑，肖战靠着这个角色提名了亚洲艺术电影节的金海燕奖最佳男主角，还拿了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这说明啥？说明学院派和市场派都认他这张脸和这份演技。这次莫德贤上线，话题井号肖战莫德贤新片首发，井号立马就冲到了文娱榜热搜上，看来大家的期待值确实很高。但是咱们吃瓜归吃瓜，这娱乐圈嘛，从来都不是一片祥和的。就在莫德贤热搜挂着的同一天，另一波回忆杀也来了，但这波回忆杀带的可不全是糖，还有玻璃渣。2026年6月底，距离《余生，请多指教》播出已经过去好几年了，突然有一组当年拍摄期间的未公开拍立得流出来了，就是那种复古胶片质感的照片，定格了肖战演的顾魏和杨紫演的林之孝在片场的样子。说实话，照片本身挺甜的，两个人互动很松弛，那种亲密感隔着屏幕都能溢出来。再加上正好赶上这届白玉兰奖，杨紫凭《生命树》拿了视后，成了白玉兰史上第一个90后的最佳女主角，而肖战也凭《藏海传》提名了最佳男主角。这双提的局面被粉丝们疯狂吹捧为顶峰相见。你看这文案多好写，7年沉淀，顶峰相见，不消费过往，各自拿作品说话。确实，从19年拍完到26年，这7年里，这两人真的没怎么捆绑过，也没见着像别的剧组那样为了宣传新剧强行炒 CP。这种不炒作的空白期，反而让这批旧照片一出，自带了一种白月光的滤镜。很多路人看了都感慨，这才是内娱该有的样子嘛，大家各自努力，在顶峰重逢。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这波热度还没捂热乎，唯粉和争议方的拉扯就开始升级了。话题下面那是相当精彩，一方是杨紫的唯粉，在那儿高喊事后独美，不要捆绑，觉得每次杨紫拿奖或者有好事，肖战那边就要搞点动静出来蹭热度，直指这是薅羊毛。甚至还有人说，这组照片放出的时机太刻意了，就是为了掩盖自家正主没拿到奖的尴尬。另一方自然不干了，反击说男演员单扛剧怎么就叫蹭了？不要恶意拉踩。两边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有一部分言论已经开始上升到对演技的攻击了，说谁谁谁入围不合理，谁谁谁全靠粉丝刷票。哎呦喂，看得我是脑壳疼。其实作为吃瓜群众，咱们看得乐呵就行了，非要站队干嘛呢？一部分路人就挺清醒的，调侃说不如结婚算了，
还有人直接表达了反感，说这老剧反复翻炒有意思吗？看多了真的会腻烦。更多的声音还是理性的，呼吁大家关注杨紫正在播的《家业》和《生命树》，或者去看看肖战新上的《莫德贤》，毕竟作品才是立身之本嘛。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感慨一下肖战这半年的行程。上半年有《藏海传》这种大制作的古装剧撑场面，下半年一开始就有电影衍生片和世界杯广告这种国民级的曝光。这哥们儿是真的拼。在这个年纪，很多男演员已经开始走大叔路线或者转型幕后了，但他还能保持这种少年感的清爽，还能在体育、影视、商业3个赛道同时发力，确实不容易。咱们再回头捋捋这整个6月末的节奏。先是6月26号在上海电视节官宣莫德贤入选片单，那时候大家还以为是口误。接着是世界杯开打，蒙牛广告全网刷屏，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成了金句。然后是6月30号莫德贤正式上线，实锤之前的口误其实是预告。与此同时，白玉兰颁奖，杨紫封后，肖战提名就照流出，引发新一轮的顶峰相见狂欢与撕逼。这一套组合拳下来，肖战这个名字几乎是以一种全方位的姿态渗透进了大众的视野。不管你是不是他的粉丝，只要你这几天看过电视、刷过手机、聊过天，你就不可能避开他的消息。这就是顶级流量的威力。但我个人觉得，这次莫德贤的操作其实挺聪明的。现在流媒体那么发达，大家都在争抢手机端的用户，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回到了客厅，回到了电视大屏。这不仅是响应了广电的号召，也在某种程度上筛选了受众。能专门为了看他而去打开电视点播的人，大概率是对他或者对这个班底有极高认可度的。这种观影体验是手机给不了的。而且孔生导演、蓝小龙编剧、侯洪亮制片，这3个名字往那一放，基本上就等同于品质保证。对于肖战来说，这也是一次很好的转型证明。莫德贤这个角色从一个技术工人成长为抗日英雄，这种厚重感和他之前演的那些偶像剧角色完全不同，很适合他现在的年龄和气质。至于那个世界杯广告，我估计很多人跟我一样，现在已经听到那句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就想笑了。这种魔性洗脑的广告词往往最容易传播。蒙牛这回算是赚到了，不仅蹭了世界杯的热度，还把品牌形象和肖战的个人魅力深度绑定了。那个白 T 白外套的造型，估计又要带起一波穿搭风潮，毕竟谁不想让自己看起来清爽一点呢？当然，最让人唏嘘的还是余生那点事儿。7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东西。当初看剧的小姑娘可能都已经工作了，而剧里的2位主角也真的在现实中走到了所谓的顶峰。杨紫拿到了视后，证明了自己不只是小雪或者锦觅，她可以是坚韧的高原女警白菊。肖战也从当年的选秀出身，变成了现在能提名白玉兰、能扛电影票房、能代言世界顶级赛事的成熟演员。他们不需要靠炒当年的 CP 来维持热度，他们的作品就是最好的名片。那些伪粉之间的争吵其实挺没必要的，大家都在往前走，何必非要回头拉扯呢？总的来说，这一周的肖战，或者说这一周的娱乐圈，因为肖战而变得异常热闹。有惊喜，有新作，有回忆，也有争议。这就是真实的娱乐圈，没有完美的圣人，只有不断前行的艺人。对于咱们看客来说，有好剧看，有好广告看，有乐子吃，这就够了。至于其他的那些纷纷扰扰，就留给时间去消化吧。最后，我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喜欢他的，还是无感的，甚至是讨厌他的，在这个6月末，你都得承认，肖战这个名字确实是这届世界杯期间除了球赛本身之外最热的话题之一。无论是蒙牛广告里的那句口号，还是电视里莫德贤的那个前功，亦或是7年前的那张拍立得，都构成了这个夏天最独特的风景线。行了，我也不啰嗦了，我要去打开电视看看那个莫德贤到底咋样了。
听说第1集就有高能场面，不看亏了。各位，咱们下个瓜见。